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今天我来介绍一套从国服榜一抄来的石板教。最近蛮多人在实况上问我这一套的玩法哦，所以我决定直接出一个影片攻略。好，那这套石板教最特别的就是罗德欧，借由罗德欧去拉出3张3费高价值的护符，来跟对手打出资源的差距，尤其是拉出石板。石板如果从罗德欧手上拉出来，就不会有副作用，牌库的牌并不会被消失。然后你可以每一回合抽一张牌，只要罗德欧拉出石板之后，你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资源了。那除了这些护符跟罗德欧以外的牌，就和基本的文章教是差不多的。那吃天使的话，因为我个人打到夜魔巫师龙族的话，还是会想要加快速度，所以我还是选放了一张。你如果不太喜欢用吃天使的话，你也可以换成真德，或者是多放一张安息的神殿都 OK， 看个人喜好去调整。那起手流牌也差不多和文章较类似，就是风神、马文跟团结者，然后罗德欧也可以留。对上快攻的话就是闪光水神。牌组的部分我会在下面贴国服榜一本人的牌组。跟我调整之后的牌组，现在这一套是我调整之后的牌组，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，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套。好，接着我就放一个内战的实战给大家看哦。这个石板教，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内战非常的强。内战用罗德欧拉出的石板打出的那个资源差距可以到10几张牌哦，你可以比对面多抽好几十张牌。一样，我们跳到7 turn 开始。当然啦，要赢的前提是马文还是要来。你看到这边7 turn，我的马文还没来，但是我有罗德欧，所以我罗德欧拉出3个护符，石板开始每一回合比对面多抽一张。而且内战神殿其实也是蛮重要的，罗德欧可以指定检索神殿出来，可以多扛一下马文的伤害。OK， 这边马文来了，那我们就有跟对面一战的力量了。内战的时候要注意癫狂，绝对不要吃到副作用。癫狂吃到副作用，内战基本上就输了。而且癫狂在内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，癫狂有没有补到内10滴，跟胜负有很大的影响。你看到这边，我已经多抽了对面6张卡，罗德欧拉3张卡出来，然后石板又一直抽。他这边场上拍3张绝念，我其实压力很大，所以我最好是魔能套就套。OK， 这边暂停看一下，他3张绝念，然后手上有4个文章，下一回合会变3个，单加场上15滴。只要他手上有2解，有一个甘露，我其实要死。我这边应该把这个屏障点开的，所以我这边只点开绝念补满血，算是打错的哦。你这边应该把屏障打开的。他决定要数完了，所以他决定这回合把伤害打出来。不过还好，他手上没有2解。他如果手上有2解，我这边就倒了。所以我刚屏障是要开的。你看这边剩我们20滴血被他打到剩3滴。好，那没死的话就把文章拿满，癫狂借钱不还，继续苟住。那还好，他2解这边才抽上手。他如果刚刚就在手上，我就倒了。
到这边我已经比对面还要多抽12张卡了，资源是多的非常非常多，可以说我整个手牌都是靠罗德欧的石板拉出来的，没有罗德欧跟石板，我现在手上是没有牌的。现在就是苟住血量，然后全力去找萨坦，不然这个局面再继续僵持下去，可能是要输的。然后我的牌库也快抽干了，需要萨坦去把我的牌库换成启示录牌组。不过内战的话，建议不要急着拍萨坦哦，建议手上有癫狂2、3张之后，然后有结场的再去拍萨坦，不然你拍完萨坦，你如果没有抽上回血的资源，你可能会顶不住。哦，到现在萨坦还没来啊，萨坦沉在最底的最底下。这边进化特哥就是为了去结场哦，跟战场面。啊，这边啊，最后的最后一张沙坦才来，那我一定要下了，我不下等人要抽到死神了。他运气很好，直接抽上了一张审判。那这边就直接审判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我们比对面多抽了可能15、20张牌啊，资源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。石板教一定是内战最强的构筑。那石板教的缺点就是没有1费的教会。有可能对上快攻的时候，你没有机会去抽到闪光或是水神，然后就被快攻扳倒了。然后还有一个缺点是结场的卡相较一般的文章教来说是比较少的，所以对上夜魔有时候会蛮吃力的。OK， 那这部石板教的攻略就到这边。最近我也在直播做全职业 Ultimate 挑战，欢迎各路大神来给我下指导棋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牌组攻略的话，再麻烦帮我订阅一下。感谢大家这次的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